人家看破民進黨的手腳。美國總統都說要排除台獨，你不去面對，不但對兩岸和平没有任何的幫助，轉移焦點。你說我被華府冷遇，賴清德紐約你都沒有辦法過氣。所有的外國人都希望看到台灣不要再政黨惡鬥，種種的困難都不是阻擋我們追求和平的理由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對華鷹派在這一波裡面，有人願意跟你接觸，但也有不少人他直接不跟你接觸。成見是心中最大的一座山，你怎麼看呢？針對冷遇的方式，並不期待我去到華府受到什麼樣熱烈的歡迎，或者是用什麼特別不同於過去的高規格來接待我。我本來就沒有不切實際的期待。美方有美方他們既定的一些立場，國會議員的部分，在這麼短的時間之內，在有人非常強力的游說不要見我的狀況底下，我還是能夠接觸10位的參議員跟眾議院。你不能說這不是成功，時間非常的有限，國會山莊非常的大，議員呢本來就是有光譜的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立场，每個人有每個人的想法，但起碼我們可以跟他們有直接溝通对話的機會，讓他們了解國民黨真正的立場，我們真正的想法。智庫的部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，我這次也跑了最多的智庫一趟，把所有的智庫幾乎都跑遍了。那是因為智庫考你，你可以直接回答，有很多他们就一直拿着张 A4 照着回答，你就沒意思。所以在智庫也受到了高度的重視，正是因為我們提出來新的做法，全新的可能，影響甚大，所以才會引起大家高度的關注，有問必答，而且是盡量全面的、實際的回答所有人的問題。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。在真正的政界，我的效應的深遠是遠遠超乎所有人的想象跟期待。我們也了解，超過10年，美方在對中國大陸比較強硬圍堵的路線，相當的深化跟全面。但是這樣子的態度，會因為我的出現，當然他們會覺得很想了解，跟他們可能既有的路線不太一樣，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很明顯的，有一股力量是跟民進黨的操作是一樣的，一直在透過放話，想要唱衰或者是壓低我這次出訪的效應或者是重要性。我覺得他目的很明顯，美國對我不友善，或者是沒有像大家想象中的這麼成功。但是我們所謂的成功，在非常悲觀的時刻，在這個整個區域政治特別脆弱、敏感而危險的時刻，在裡頭首當其衝的台灣，到底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？難道我們任由局勢的惡化，只能夠坐以待斃，甚至淪為大國博弈的棋子嗎？我們講過很多次，這個不是講講而已，而是你要怎麼做才能突破困局跟限制，產生積極的力量，取得一定的話語權跟主導權，讓我們剛剛說的悲觀危險的局勢能夠朝向有利於台灣、有利於區域，甚至於有利於世界的方向去走。我開始採取了具體的行動，美方一定要扮演一個重要的關鍵的角色，整個局勢的緩和，邁向和平穩定才可能成功。所以不只是怎麼去思考政習會所代表的意義，更重要的是在政習會之後不久，馬上就有了川習會。川習會某個程度來講，也是不同於既有敵對的路線發展，兩大領袖表達希望和平穩定意願，而且提出來了積極的可能，是兩大世界領袖都嘗試着突破現在的困局。這樣子的突破，美國的態度，美國的社會怎麼看？美國的華府長期累積仇中反中的路線，有沒有可能改變呢？對於現在完全不一樣的路線，自然會引起很大的關注、疑慮跟猜測。這就是為什麼我要極盡全力的去說明的原因。對於美國也是一樣，美國長期有一些鷹派啊，或者是很保守的力量。川普作為美國的領袖，他將如何代表美國走出一條不同於以往的路線，跟美中新典範的關係，不但可以符合美國國家利益，還可以讓整個區域的國家都受利。我們當然對他有所期待，當然知道這有巨大挑戰，必須一一的克服。或許我們看到舊有的思維一定會強力的抗拒，但是不可諱言的，我也接觸到了很多關心兩岸、長期兩岸專家，還有關心區域的，也關心美國國家發展專家學者們，對於我所提出來的做法跟路線，也有很
很多人非常的支持。大家好，這裡是歷史哥李修，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，晚上8點半開始，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。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，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@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。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，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。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。甚至於一直問我，因為我毫無準備，問我說有什麼是我可以做的，有什麼是我可以幫你的。我坦白講，他們當下在問我的時候，我这次感動的無以復加，難得的連結。他們不只是美國的精英，他是一個世界級的精英，所以我們一定做對了一些事情，包括僑界的熱烈歡迎。事實上，僑界是很複雜的，又因為兩岸政治對立跟複雜，當然也會牽動僑界，僑界重新有很高的士氣跟團結，我才會經常講說，我聽到有人講廣東話，有人講普通話，有人講閩南語，可是這個時刻大家通通願意站在一起，坐在一起，為一個同樣的目標而努力，就是全球的華人為了兩岸的和平跟和解，共同支持歷史的發展，大家共同走，為了自己的利益，為了共同的利益，這個和平的路才能走得長遠。我到美國所提倡的絕對合乎美國的國家利益，而不是向台獨不負責任的將美國捲入了應該避免的戰爭跟戰場。一旦台海開戰，不要說開戰了，台海封鎖的嚴重程度遠遠超過荷姆茲海峽，全世界都這樣子講，都不願意看到台海戰爭，那為什麼你們要阻撓和平的努力呢？我這次也有去甘乃迪圖書館，我見了甘乃迪家族的人，在60年代的甘乃迪总統，在當年的那樣的一個環境底下，他做出了很多巨大的決定，他對和平的信仰讓我也覺得隔空對話的感覺，時代對話的感覺，我也受到很大的鼓舞，不只是廣度，而是這一次深刻的程度，連我自己都沒有辦法想象，沒有辦法告訴大家，但是絕對不是只是像大家所看的，可能要用一個更廣角去看這件事情，才會很多人拿我跟100多年前的國父來做聯想，因為我們到僑界，他們都還非常非常的尊崇國父，我就跟他們講，當年國父到洛杉磯去募款的時候，我們這次有去這些重要的地方，就是在革命成功的前夕，那時候國父才40幾歲，比現在的鄭麗文要年輕好多。國父才40歲左右的時候，也是一個年輕非常熱情的人，他也沒有什麼顯赫的家世啊，他也不是什麼達官顯貴啊，可能全世界都不看好的革命行動，但是革命成功了，因為你對某種價值的信仰，你覺得這是非走不可的一條路。當年的國父，你沒有辦法繼續看到中國沉淪下去，所以你必須採取行動。而遠在千里之外的，已經到美國的華人，他們還願意慷慨解囊。當年的華人要在美國安身立命也不容易啊，不是像現在支持一個夢想，支持一個理想。所以當年的國父，他是不是理想主義者？他是理想，但是我要講，我們不是空想主義者，我們是有行動的，我們是有步驟的，我们是有方針的。所以啊，我這一次去已經是破天荒的獲得主流媒體的高度重視，多樣的報道。但是接觸他們，你就知道，對一個從來沒有報道過台灣事務的媒體或媒體人來講，我在跟他們接觸的時候，我才發現說，哇，對台灣多麼的陌生，就要從頭建立起。我的時間這麼的有限，我們已經踏出了原有限制，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。誰能敏銳的捕捉變化，誰就是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，這第一個。第二個，為什麼僑界蜂擁？這10年誰過得最痛苦？在兩岸是台商，在美國是華僑，兩面不是人。原本年輕一代都美國化了，甚至中文都不用讓他們學那麼好了。結果呢，現在大家全部重新回去學中文。那大家發现我搞了半天，我跟美國人格格不入啊！我會講英文怎麼樣？他永遠認為說你是猴子嘛。第三個，美國人發現他確實沒有辦法騎在中國大陸的頭上耀武揚威，所以怎麼辦呢？開始思考。大家好，這裡是歷史哥李修，歷史哥7週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，晚上8點半開始，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。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週年限定版飲料紀念背帶，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@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。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，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。7週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。其實中華民族偉大復興，讓美國再次偉大，是可以並行不悖，
會互相幫忙的。到底未來中美之間的關係，台灣扮演的角色 ？M. Ellison 是他主動邀請我的，當時並沒有想要去 Harvard， 並不是像林濁水他們說的，我一直想要求見，他們根本不知道是他邀請我去的，所以我才去 Harvard。因為學校已經放暑假了，他們很多老師根本都離開 Boston， 所以那一天 Ellison 還是特別搭飛機回來 Harvard， 所以他們都沒有想到說我在暑假的時候去，居然還這麼多人來出席參加。Ellison 教授除了跟我們座談，還跟我們晚餐，所以其實花了很長的時間交流跟對話。他其實是一個學者，所以他並沒有要預言或者是希望美中怎麼樣，他只是透過他的歷史的研究，發現了一個模式，第一名跟第二名會不可避免的衝突，這叫做修昔底德的陷阱。我們知很高的風險存在，有沒有可能來管理這個風險，降低風險，以至於最後不要因此而打仗？這叫做自我實現的預言。我通常講這句話，會不會美國的學界政界會覺得說自我實現的預言，因為老大老二不免衝突，所以衝突就變成勢在必行，所有的思維，我所有的行動都為了衝突而準備，結果本來不一定會有衝突的，但因為這樣衝突就變成是一個必然。這個衝突的存在可能性很高，但是我們如何有效的将這個風險降低甚至排除，這就是人類的智慧嘛。當我在智庫交流的時候，應該是第一站，我在 Stanford 的 Hoover Institute， 我就跟他們講，各位，你們是學者，你们在觀察歷史的走向，你們在觀察現在美中的局勢量，但我不是學者，我是一個行動者，我是一個政治人物，所以我不是在坐等說觀察現在歷史的走向是什麼，兩大強權的走向是什麼。我們是政治人物，我們是重要的政黨，我們是行動者。行動者就是可以改變命運，可以決定自己的命運，這才叫行動者嘛。這樣子的一個悲觀可以被改變，證明給大家看，這條和平的路絕對存在，角色不一樣。我不是只喊口號而已，我是具體的行動走給大家看。這是為什麼我說我要先去北京的原因。不然的話，如果習近平也不理我，人家共產黨也不理你，我自己一個人在這邊講得很好聽，有什麼用？我非常樂見川習會共同為和平穩定表達意願跟決心。那沒有人能夠保證是不是真的能夠和平順利的走出這條路來，但起碼你有這樣子的宣示，差別大不大？所以我也很驚訝，在我回來的那一天，這麼難纏困難的問題，伊朗停戰的這件事情，結果川普總統公開自己講說，中國大陸扮演了一幫忙的角色，關鍵的角色。所以我才會說，新形態的美中關係，這個 new paradigm， 這個新的典範，是不是能夠走出來？我們高度的關心跟期待。那希望它走出來的是對大家有利的，而不是像大家所擔心的是犧牲台灣，而不是今天鄭麗文努力在發聲的時候，你在躲在旁邊扯後腿唱衰。所以我才會說，你今天民進黨作為一個執政黨，你太沒有出息了，你也太悲哀了，你只會對付我而已啊！對付我幹嘛呢？如果你今天可以扮演一個積極的角色，你的政治聲望自然水漲船高嘛，不是像今天如此的窘迫，讓人家看破民進黨的手腳。你不但對兩岸和平沒有任何的幫助，而且你就是那個壞事的人，你就是那個麻煩制造者，造成風險戰爭的最主要的來源。那你民進黨不去面對人家對你的這挑戰，連美國總統都說要排除台獨的因素，你不去面對，你就想轉移焦點嘛，你就想把我變成焦點，看你不覺得很搖頭嘆氣嗎？你來針對我有什麼用呢？執政真正的困局你要去面對嘛。你說我被華府冷遇，那你賴清德呢？你連過境紐約你都沒有辦法過境了，我都不想講了。我真的不想要讓你賴清德沒面子。我甚至我都在想，我去華府的時候，我去美國的時候，要不要幫忙講話，說讓我們的總統過境。後來我就沒講了。我想說，民進黨這叫做自作孽不可活啊。當然大家也都知道台灣內部是怎麼回事，大家也都知道台灣內部朝野惡鬥已經到了一個不可開交的程度，這也是今天台灣最大的悲哀。我們沒有辦法一致對外，我們沒有辦法一致的去面對北京，去面對華府。意思暗示說我是反猶言論，我說華人學習猶太人對美國更多的貢獻，更多的影響，這樣為什麼是反猶？但是問題是外國人不知道啊，聽不懂中文他也不會來看我們在講了什麼，但是他們這種英文的報道人家就會看到啊，所以就是很惡劣。為什麼會累積對國民黨的誤會，就是好事都被他講成是壞事，而且講的我覺得太過分。我才會一直強調，你不
需要懷疑國民黨。國民黨是創立中華民國，是創立中華民國憲法的人，我們是流過血的。民進黨是沒有為台獨做出任何犧牲，沒有革命的，他們只不過是寄生蟲，拿這個來作為追求自己政治權力的工具而已。那跟國民黨用血淚澆灌出來的中華民國是不一樣的。所以我們在追求兩岸和平的時候，絕對不是因此而葬送、犧牲或妥協掉我們中華民國憲法裡頭所有的成就，包括民主、法治、自由、均富，這剛好相反，就是要保護中華民國憲法所有的成就。所以我們不要自相殘殺，所以我們要和平嘛。大家好，這裡是歷史哥李修，歷史哥7周年台慶見面會在7月4號禮拜六下午5點45入場，晚上8點半開始，一年一度就等你來相見。我們這一次特別要送給前100位報名的同學7周年限定版飲料紀念杯帶，只要刷我們的官方 LINE@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微信。如果相關資訊你找不到，也可以到歷史哥的臉書或各大社群找到報名方案。7周年台慶見面會就等你來了。現在中美在講建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。從你這趟訪美回來之後，我認為僑界大概是最願意響應這個事情，但是比較麻煩的是學界、政界、業界，因為美國是一種旋轉門制，他的政客可以變成學者，學者可以變成商人。川普總統的 G2 概念出來之後，競爭從死鬥、從冷戰對抗變成合作競爭這個概念，你看到的是美國人做好了什麼樣的準備？那台灣可不可以在這裡面有一些角色？我想這是一個相當全新的概念跟嘗試，如同我們剛剛說的，超過10年的對中圍堵的政策，已經發展出來很多仇中的思維言論。你現在要往一個和解合作的方向走，一定是高度的困難，所以才會高度的關注金川習會是曇花一現放個煙火呢，還是說他會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？所以大家都在看9月份習近平要回訪美國，再度有川習高峰會，接下來在 APEC 也在深圳會見面， G20 也會見面，所以密集在短短的大概半年左右的時間的會面，可不可以每一次都往美中的新典範的關係往前邁進？在伊朗停火的這件事情上面，已經開始在重要的國際事務上面尋求可能合作方式。你每一次都是全新的嘗試，大家都在觀察，在9月份的時候會不會就不了了之了，不歡而散了，連去都不去了？另外一個是說去了，而且還有更多的突破，更多的宣布，都有很多的條件具足了，才會有发展的結果，再加上美國有期中選舉，這對選情也會一定程度的牽動，所以我才會說，政治人物是行動者，是會寫歷史的，也可以改變歷史，更何況是美中兩大領袖，他們對歷史有更大的影響跟發言權，這也是事實。但是我們不應該要妄自菲薄，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影響力，更何況是台灣。但是我覺得要講和平的代價，沒有人比中華民國還有住在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台灣人民感受更深，因為台灣人對抗日本死了60萬人，當年台灣人口還不到600萬，死了1/4，3500萬中華民國軍民為了抗戰，為了要對抗侵略者而犧牲。高市早苗首相還有最近這些局勢的看法，我們當然不希望任何東亞局勢的緊張跟升高嘛，所以我其實很正向的，我也希望在很多歷史的問題上面能夠和解，我們應該去面對我們的歷史，然後去改變東亞的任何分歧跟對立，所以才能夠促進東亞的和平跟繁榮。我們要往正向去看，不要再重新換回上個世紀的那一些悲慘的過去，是如何化解歷史的問題，如何追尋歷史的和解，帶來更多的對話跟和平。我一直希望美國可能扮演出領導的角色。當我們在講第一島鏈，除了中國大陸，幾乎全部都是美國的盟友，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都是美國的盟友，包括台灣。美國有在這裡巨大的影響力，如何使用你的影響力呢？甘乃迪總統大家也都知道，古巴危機，美國跟蘇俄後來簽訂了相關協約，後面的季辛吉他們如何尋求跟中國大陸的和解，還有跟我們斷交，這些重大戰略的思維決定了接下來的歷史的走向，也改變了原有的歷史的軌跡，所以事在人為啊，大家的悲觀是有道理的，也是我們現在所處的現實，但我們不能夠沉浸在這個悲觀裡面。學者做了很好的分析跟描述，但作為政治的行動者，我們應該要改變
變這個歷史的軌跡，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未來，絕對可行，做得到。我們面臨的環境並沒有比我剛剛說的那些時刻更加困難。2次世界大戰，人類浩劫，災後重建，這麼多戰爭的仇恨跟血淚，你如何面對新的局面？當時冷戰危機、古巴的危機，還有基辛格所提出來的改變整個大的戰略思維，所以事在人為嘛。中華民國的軍民跟台灣人過去為了和平是死傷很慘重，我覺得這個歷史不能忘記，才會理解為了和平而奮鬥而行動的人。